2025年9月3号下午6点，就是昨天，葡萄牙里斯本著名的格罗里亚升降机安全绳发生断裂，车厢呢冲下山坡，最终脱轨，造成16人死亡，21人受伤。那这是自100多年前启用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也是欧洲近年来最惨烈的这个景点安全灾难之一，在市中心那葡萄牙总理呢蒙特内格罗呢也随即宣布全国哀悼1天，里斯本市中心呢也陷入了沉寂。现场的画面还是让人触目惊心的车厢被严重压扁，铁轨被撕裂，碎片呢散落在石板街上面目击者形容这像纸盒一样被撕碎了就让人联想到不是现代交通事故，这像一次战争的轰炸一样。在欧洲能够保存100年历史风貌的城市可能都躲过了推倒重来2战之后的这个狂剑年代里斯本的这个格罗里亚升降机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幸运儿。它幸运的没有诞生在一个砸烂一切旧世界的那个国家和年代，得以呢从1885年完整的保存到现代，成为里斯本最珍贵的活化石之一。这个格罗里亚升降机就 Elevador do Gloria 呢是里斯本呢最标志性的历史交通工具自1885年10月24号启用至今已经有140年的历史。那这一条连接着光复广场到圣波多路观景台的265米的轨道它不仅仅是葡萄牙这个当年的这个工业的遗产的瑰宝，而且呢也是里斯本7丘之城的地理特征的完美表现。它是由葡萄牙的工程师叫拉乌尔米斯涅杜彭萨尔设计。升降机呢它从水力平衡到蒸汽动力到现代电力驱动经历了3次的更新，每一次变革都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作为现在 Caris 公司运营的511线它的年客流量都超过300万人次，是里斯本3条缆车中最繁忙的一条。2002年呢被誉为葡萄牙国家级古迹不仅仅因为它这个历史价值更在于它呢连接着这个下城商业区和上城文化区方面的这个重要作用。从海拔17米爬升到61米大家可以看我们做的这个谷歌地图的这个海拔的剖面那么在短短3分钟的旅程呢，就承载着很多里斯本人日常生活和世界各地游客的这个美好回忆。这台德国制造的这个黄色缆车早已经超越了交通工具的意义，成为里斯本城市精神的象征。但是就像我们过去在漫步在欧洲这些迷人的古老街道的时候，内心里边总闪过一丝不安如果发生火灾怎么办很多小道都很狭窄，我真的是很担心这些建筑它会不会突然坍塌呢？这种美好和隐忧的交织正是所有历史景点的共同挑战。那么很不幸，2025年的9月3号下午6点这个隐忧就变成了现实。那这个看起来突然的悲剧它不是无迹可寻早在2018年的7月，这台升降机呢就发生过一次无伤亡脱轨事故当时葡萄牙这个最权威的叫公众报就以一个令人震惊的标题做了报道，说格罗利亚升降机脱轨了，但无人作声他们连举一反三都懒得举了报道直指事故的原因是严重的维护失误，但是运营方 Caris 公司呢是选择了沉默。更关键的是铁路专家叫安东尼奥·卡洛托当时考察后就发现，他说防止脱轨的车轮的边缘那个凸台几乎已经完全磨损，并且发出了预言般的警告说这次脱轨了，幸好没有后果，下一次可能就不会是这样了。所以里斯本的悲剧它不是孤立它也是欧洲大陆上一系列安全警钟的这种回响大家回忆一下，2019年还是在葡萄牙的马德拉岛，旅游大巴坠崖，29名德国游客呢遇难。2018年意大利的热那亚莫兰迪大桥因为维护缺失坍塌，43人死亡2019年法国巴黎巴黎圣母院因为施工疏忽造成大火，人类文明的瑰宝呢也毁于一旦。2021年呢，在意大利的马焦雷湖还是缆车，运营方呢为了省事儿，他竟然故意禁用安全闸，导致缆车坠毁
14人死亡。那不是疏忽啊，这就是谋杀。那为什么同样古老的缆车系统，瑞士能保持几乎完美的安全记录呢？这个答案啊，不是侥幸，而是一套完整的体系。第一个呢，就是有比较严苛的这种安全文化和标准；第二个呢，它有强大而且独立的这个监管机构强制检查，没有例外；第三个呢，就是充足的经济投入，你要有钱才能修，把安全呢视为最高优先级。再一个呢，就是持续的现代化改造，确保核心部件啊处于最佳状态。大家在卢塞恩周边啊登山的时候，可能也坐过那个缆车，真的现在是很现代化了。我当时还拍了全景，可惜文件太大，我这会儿没法拷过来。所以安全工程学啊有一个海因里希法则啊，大家都知道的啊，每一起严重事故背后啊都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个隐患。2018年的脱轨就是29次之一。专家和员工的警告就是那300个隐患的一部分。当所有的信号啊都被屏蔽，那最严重的事故呢就从可能变成了必然。历史给了葡萄牙一件珍贵的礼物，但他们没有守护好它啊！这16个世纪的生命啊，给全世界最后都留下了教训啊！历史的幸运儿不应该成为现代的牺牲品。关于这个事故啊，我们还是有一些疑问的。比如说这个缆车的这个绳子，它为什么会断了，是吧？那么这个主缆绳断裂的事故，按道理说呢，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自动启动的这个紧急制动系统啊？大家知道电梯是有一个安全钳的，是吧？我们垂直交通啊，钢丝绳断了之后呢，安全钳会动作，会把电梯紧紧的抱死在导轨上。像这种缆车其实也属于特种设备，按道理也该有类似的这个安全装置，是吧？那么现在紧急制动系统到底是因为长期缺乏维护，它关键时候失常呢，还是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人太慌了，来不及刹车，还是这个东西干脆就没有呢？所以我们还是在等待这个调查结果。刚才我们讲过啊，意大利那个斯特雷缆车惨案啊，就为了省去一个小故障报警带来的麻烦，他们就用个金属件故意卡住了本应该自动触发的紧急安全闸。那么这次有没有人为的原因呢？所以啊，我这个调查结果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关注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呢，葡萄牙的这个市中心的这么一个特大事故啊，有7、8个国家的人在里边有遇难，也有加拿大的、欧洲其他国家等等，好像目前为止统计没有中国的，一共30多人死伤啊，所以这个事故啊给大家带来的教训还是很深刻的啊。那么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对一些名胜古迹，比如像缆车、像热气球这些东西啊，还是要谨慎啊。就我统计到的这个世界顶级的风景区的这个事故，这2个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好吧？这就是葡萄牙的这个 Gloria 缆车呀一个事故的简单介绍。谢谢大家收看，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些安全事故。祝大家平安，再会，拜拜。